中国官宣加速退役歼七战斗机，这个强军备战的信号可不简单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中国空军大批量列装歼10C、歼16、歼20的当下，很多人应该注意到，中国仍然装备有大量的歼七、歼八、歼轰七飞豹这样的二代机和二代半作战飞机。其中，飞豹的定位是战斗轰炸机，通过中期延寿，仍然可以再战几十年；而歼八呢，也可以通过改进，发挥其高空高速性能好的特点，变身为一种截击机或战术侦察机。剩下的歼七没有进一步改进的计划。这种轻型战斗机航程短，载弹量小，机载武器简单，战力有限，被优先淘汰就成了必然。近日，央视在一期关于空军2023年安排的报道中传来新消息，除了大力发展无人机之外，计划加速歼七战斗机的退役换装工作。要注意，这次特别提到了加速2个字。歼七的退役工作自2018年启动，5年后加速，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？首先，歼七的作战能力、作战样式落后了，基本无法适应现代空战，没有改进潜力，且找不到自己的定位。歼七战斗机的地位可以说是越来越尴尬。这种不具备远距离探测、超视距攻击能力，而以近距格斗为主要作战样式的轻型战斗机，已很难在中国空军找到自己的位置了。相比于歼八和飞豹等中型作战飞机，歼七的优点是价格便宜，某些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许多经济不富裕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它仍有需求，因此歼七的生产一直持续到了本世纪初。中国空军最后装备的歼七 G 被称为中级歼七，其气动外形和机载设备都做了改进，综合性能有所改善。对于中国空军来说，歼七 G 的使用寿命应该还有很多，但在如何融入中国空军当前的作战体系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。中国空军未来的主要作战环境是西太平洋，作战样式也是远程超视距空战为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歼七面临着2大短板：一是作战半径严重不足，二是雷达口径小，探测距离近，无法配装先进的超视距空空导弹。所以继续装备歼七已不符合我军打赢现代战争的需要。剩下的意义只有一条，那就是节省经费，维持飞行员的数量，保持战斗机的规模。而我军决定加速淘汰歼七是一个重要信号，表明我国新一代战斗机的产能在快速增长。对于中国空军来说，过去维持一定数量的歼七不只是为了省钱，而是要让一大批飞行员保持飞行状态。所以在换装新型战斗机之前，是不大可能立刻淘汰歼七的。而现在要大批量退役歼七，等于从侧面证明了歼20、歼10C 和歼16战斗机目前的产能已经足够大，可以实施新一轮的换装了。最后，加速淘汰歼七还是中国空军加强备战的信号。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，歼七呢又有一定的使用寿命，当然可以慢慢退役。现在加速退役，说明空军在备战问题上有比较紧迫的目标，这个该懂的都懂。还有网友会问，歼七在寿命未到的情况下加速退役，会不会造成浪费呢？他们未来还有什么用途呢？可能还真有。比如说，将歼七进行改装之后交给航校，成为一种另类的战斗教练机，在飞行学员驾驶新一代战斗机之前增加飞行时速，这么做可以大大节省培训费用。第二，将其改装为无人机，执行侦察和对地攻击任务，必要时甚至可以用它们去拦截敌方的加油机、预警机。不要小看了歼七，这可是能飞出2倍音速的平台。何况如果在战场上一次性使用，那么它的作战半径就可以成倍增加。作为一款无人机，还是有明显优势的。总体而言，歼七加速退役的背后，是中国空军快速发展攻防兼备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信号，也是中国航空工业战斗机产能飙升的必然结果。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骄傲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